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健康永驻。今天绝对是2026年里你需要竖起耳朵认真听的一天。为什么说的这么重要呢？因为就在前几天，上面悄悄释出来一个消息，跟咱们每个人的钱包，那真是血肉相连。特别是如果你家里有老人，或者你自己正好已经办完退休，开始每个月刷存折等那笔钱了，那今天聊的这件事，你漏掉一点细节，都可能白白损失好多。咱们今天要彻底说清楚的，就是2026年这次退休年金的重大调整。你可能在手机新闻上扫到过一眼，说什么养老金又涨了之类的，但我得跟你交个底，这里头的门道可比新闻上那滚动的一行字要深得多，复杂得多。而且啊，这里面还藏着一个很多人压根没听说过的隐形加薪密码。更关键的是，我在准备这些资料的时候，发现一个特别让人心疼的情况，有超级多的人就因为每个月没仔细看对账单，或者刷存折时候没多瞄一眼那个数字，结果明明该他拿的补贴，每个月好几千块钱，就这么静悄悄的飞走了，自己还不知道。所以呢，今天我就用最白的大白话，把2026年这套调整方案里里外外给你拆解明白。从下个月开始，你们银行卡里到账的那笔钱，很可能会多出一笔惊喜的零花钱。好了，咱们闲话少说，直接进入正题。首先啊，咱们得在心里先搭起一个概念，为啥偏偏是今年2026年搞出这么大动静的调整？你千万别以为这是天上突然掉红包，它背后是有硬邦邦的法律条文和计算公司跟着的。这根子就扎在咱们每天都感受到的一个词上，物价，也就是常说的 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这2年大家去超市、去菜市场，感觉应该特别明显吧？以前揣一张500块钱能买好几天丰盛的菜，现在拿1000块钱出去买点排骨，买条鱼，再搭点蔬菜，可能就所剩无几了。通货膨胀这头看不见的怪兽，它吃掉的不仅仅是咱们手里的现金，更狠的是它在偷偷吃掉咱们已经到手的退休金的购买力。你想想，10年前每月领2万块，跟现在每月领2万块，那能是一回事吗？正因为这样，法律里头早就定下了一个保护罩，当物价指数累积的涨幅，注意啊，是累积的涨幅，超过 5% 这条线的时候，发放的退休年金就必须跟着往上调。这个累积2个字，就是今天所有故事的关键钥匙。它解释了为什么不是所有人一起涨，而是有的年份退的人涨，有的不涨。这不是撞大运，这是一道非常精确的数学题。在2026年最新的这份精算报告里，他们发现有5个年份退休的群体，从他们正式退休那天开始算，一直到2025年年底，这段日子里，物价一点一点累加起来上涨的幅度，已经实实在在的冲破了 5% 的关口，有的甚至涨了接近 7-8% 了。好了，条件满足了，法律的扳机就被扣响了，调整必须启动。那么，到底是哪5个年份的退休朋友被这份报告点名了呢？大家现在最好拿支笔写下来，或者赶紧把退休证找出来对对看。这5个幸运的年份分别是2011年、2016年、2017年、2021年，还有2022年。我再说一遍，2011年、2016年、2017年、2021年、2022年。如果你的退休金是从这其中任何一个年份开始领的，恭喜你，从下个月起，你账户里每月进来的数字就要变大了。这就是我说的隐形加薪。为什么叫它隐形？因为它不会给你发短信道喜，也没人会打电话通知你，它就像一阵春风，悄无声息的就让你账户里的数字变丰满了。很多人啊，刷存折就只看最后那个余额，根本不会注意每个月固定进来的那笔钱是不是多了几百几千，甚至有人发现钱多了，还以为是银行搞错了，闹出打电话去质问为啥乱给我打钱的笑话。咱们来实实在在的算笔账，你就知道这隐形的力量了。假设咱们频道的一位老朋友叫郑雄，他是2011年退休的，当时核定每个月领的劳保年金是2万块钱。这10几年下来，物价累积上涨了差不多 7.5%。那么2026年这次调整之后，他的钱怎么变？不是简单的在2万块上加个几百块，
而是用2万块乘以1加 7.5%。咱们心算一下，2万块的 7.5% 就是1500块。也就是说，从下个月开始，郑雄老先生每月到手的钱就从2万块变成了21500块。你可能会嘀咕，一个月多1500，好像也不多吗？朋友，账不能这么算呀。这是一个月多1500，一年12个月下来，就是多了18000块。这18000够不够支付家里一整年的水电燃气宽带费？够不够老两口舒舒服服的来一次省内2-3天的短途旅行？最重要的是，这次调整是永久性的，是把你领取的基数给垫高了。以后万一物价又涨，下次再调整的时候，是在这个垫高了的新基数上继续往上加。这就好比是滚雪球，一开始可能只是个雪球，但它在复利的坡道上越滚越大。这就是这项政策最核心，也最容易被忽略的价值。但是这里头藏着一个巨大的认知陷阱，也是我今天非要拍这个视频的主要原因。好多人一看新闻说调涨 5%， 调涨 7%， 就欢天喜地，以为人人有份。结果下个月刷存折一看，数字一动不动，立马火冒三丈，跑到办事大厅去拍桌子理论。咱们一定要搞清楚，这次调整是针对已经退休，并且从退休时算起到去年底累积物价涨幅达标的人。如果你是在2024年才刚退休，到2026年才过了2年，物价累积涨幅可能才 2%、3%， 还没摸到 5% 的门槛，那这次就真的没你的份。这不是偏心眼，也不是不公平，纯粹是你的累积时间还没熬到。这就好比在食堂排队打饭，排在前面的前辈，他们的碗先被盛满了，你排在后面就得多等一会儿，等你排队的年头够了，累积的涨幅自然达标，到时候就会轮到你了。所以千万别因为这次名单里没你，就觉得自己吃了大亏。你的这份权益就像你的存款一样，是被记录在案的，谁也拿不走，只是兑现的时间还没到。接下来我要说的就更严肃了，也是标题后半句每月几千元补贴直接飞了的重头戏。这件事听着特别冤，但发生的频率高得吓人。在2026年的这次制度微调里，除了上面说的那种普惠性的物价联动调整，其实还藏着另一项专门针对特定人群的差额补贴措施。这项措施主要是为了保护那些工作年资长，但当年投保薪资比较低，导致现在算下来退休金一个月只有几千块，1万出头的长辈。政府设了一个最低保障线，我们叫它楼地板。如果你的退休金算出来低于这个数，政府会想办法给你补足到这条线。但是最要命的关键来了，这个补足的动作在某些情况下它不是自动的。我给大家讲一个我身边真实的例子，就用咱们的郑雄来说吧。郑雄是2016年退休的，正好踩中了咱们刚才说的5个年份之一。按理说他应该双喜临门，既享受基数调涨，又能看看有没有补贴，对吧？但他前阵子很郁闷地跟我聊，说他看同一个院子里的老李，退休条件跟他差不多，为啥老李每个月账户上会多出一笔3000块钱的生活补助金，而他郑雄却没有？我后来帮他仔细捋了捋，才发现问题出在哪。原来啊，这笔额外的生活补助金，或者说差额补贴，他身上绑着一个叫排富条款的紧箍咒，意思是如果你名下的房产土地价值超过某个标准，或者你还有别的收入来源，你可能就不符合领取资格了。郑雄的问题就出在这，他名下在老家农村有一块祖传的农地，那块地其实很偏，土质也不好，根本种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市场价值很低。但是偏偏这2年赶上全地区地价公告限值普调，他这块地的账面价值就被抬上去了。这一抬好巧不巧，刚好让他名下所有资产的总价值跨过了那条排富的门槛，可能就差那么几万块钱的额度，结果导致他每个月眼睁睁损失掉3000块的补助。这还不是最让人懊恼的，最懊恼的是，郑雄其实早在1-2年前完全可以把这块地用赠与或者买卖的方式过户给儿子，或者做其他合法的处置，但他压根就不知道有这么个排富条款的存在。他一直以来朴素的想法就是，我辛辛苦苦缴了那么多年保费，到岁数了，
国家就该按月发我养老金。他哪里想得到，现在的社会福利制度，为了把有限的资源精准给到最需要帮助的人，设下了这么多看不见的复杂的筛选门槛。更要命的是，2026年的新规定里，虽然嘴上说放宽了一点标准，把资产限额往上提了提，但实际上审查的手段更厉害了。以前可能2-3年才抽查一次你的资产状况，现在呢，大数据系统是连着的，财政部门的财产数据、税务部门的所得数据，跟发养老金的机构是实时连通的。你名下多买了一辆车，多买了一张股票，甚至银行账户里多了一笔大额存款，系统可能比你还先知道。所以我强烈建议各位，尤其是家里有长辈在领国民年金或者老农津贴的朋友，一定要借着2026年这次大调整的东风，好好给家里的资产配置做一次体检。这不是教大家钻空子，而是要让大家明白游戏规则。如果因为名下有一台早就报废不开的旧车，或者一块像郑雄那样没啥实际价值的边角地，导致每个月少领3-4千，一年就是4-5万，10年下来，一辆小轿车的钱就这么没了。这笔账，咱们真的得好好算算，这完全是因小失大啊。还有一个导致钱飞走的原因，听起来特别低级，但就是频繁发生，那就是账户本身出了问题。你可能会笑，谁会连自己的账户有问题都不知道？但根据内部的统计，每年因为账户问题导致退休金汇款失败的案例高达好几千笔。怎么回事呢？很多长辈用来领退休金的账户，可能是一张很久不用的存折，长期没有交易，变成了禁止户，或者更糟糕，之前不小心卷入诈骗案，账户被警方冻结，列成了警示账户。在2026年这次新的拨款流程里，为了加快效率，用了更严格的系统自动检核。如果你当初登记领钱的银行，比如是某某农会或者信用合作社，这几年因为合并或者升级，银行代码变了，而你没有及时去更新资料，那这笔钱就会卡在汇款的半路上，进不了你的账户。钱虽然不会丢，你事后补办手续肯定能拿回来，但这一来一回，拖上1-2个月是常事，拖3-4个月也有可能。对于指着这笔钱过日子的长辈来说，这1-2个月的空窗期，可能就意味着药要断档，生活费要紧张，那种焦虑是非常真实的。那么，面对这么多弯弯绕绕，咱们具体该怎么操作，才能确保该拿的一分不少呢？我给大家梳理了3个步骤，务必要记在心里，或者分享给家人。第一步，先确认年份，这是最简单的一步，找出你当年退休时，劳保局寄给你的那份年金核定函，白纸黑字写得最清楚，或者用你的自然人凭证登录劳保局的官网，在个人查询页面也能查到你的年金给付是从哪一年开始的。然后对照我们开头反复强调的那5个年份，2011、2016、2017、2021、2022，对上了，恭喜你进入下一步。第二步，自己动手算算账，别干等着银行通知，你应该主动拿起计算器，用你现在每个月实际到账的金额，乘以政府公布的对应调涨比率，这个比率官方文件会有，大概在 5% 到 8% 之间，算出来的数字，就是你下个月理论上应该多出来的钱。如果下个月刷存折，发现涨的金额不对，比如只多了几十块，或者根本没变，那你就要立刻马上打电话去经办机构问，千万别怕麻烦，也别觉得不好意思。很多时候就是系统跑数据时漏掉了，或者你的某些资格被系统误判了，你自己的权利，如果你不主动去追问，去争取，是没有人会主动送上门的。第三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给自家的资产做一次排富体检。趁着2026年刚开年，去一趟税务局，申请调阅你自己的财产清单和各类所得资料清单，好好看看有没有什么你自己都忘了的微小的利息收入，或者像郑雄那样沉睡的资产，在不知不觉中把你的总所得或总资产推高了，一不小心就越过了补助的门槛。特别是那些在领国民年金、老年基本保证年金，就是每个月3000多、4000多那一笔的朋友，这个对资产和所得的要求是极其严格的。如果你发现自己正好卡在门槛的边缘上，
那我真的建议你尽快找个靠谱的会计师或者代书咨询一下，看看有没有合法合规的资产规划方式。这绝对不是教你耍诈，这是在法律框架内维护你应得的合法权益，让你年轻时流的汗水在晚年能兑换成实实在在的生活保障。说到这里，我想跟大家聊几句心里话。为什么我要花这么长时间去研究这些冰冷的年份、枯燥的百分比和复杂的条款？因为我深深的知道，对于正在看视频的你，或者是你家里的父母长辈而言，退休金账户里跳动的每一个数字都不是简单的钱，那是他们用几十年漫长的职业生涯，用无数的早出晚归和辛勤汗水，一点点积攒下来的生命保障。2026年听起来像是个充满未来感的年份，到处都是人工智能、元宇宙，但对于已经离开职场，开始依靠退休金生活的族群来说，这可能是一个充满焦虑的年份。眼见着菜价在涨，药价在涨，请个护工的费用更是高得吓人。唯一涨得慢的，往往就是口袋里每月固定入账的那笔钱。所以这次的年金调整虽然被我叫做隐形加薪，但我心里更愿意把它看作是一种迟来的补偿。它补偿的不是别的，正是我们被时间、被通货膨胀悄悄偷走的那部分购买力。但是啊，朋友们，这种补偿或者说正义，它不会自己来敲你的门，更多的时候，你需要自己主动把门打开，甚至需要走出门去，才能稳稳地把它接回家。我常常在健康永驻里跟大家讲，理财绝不仅仅是买股票、炒基金。对于咱们退休族或者即将退休的朋友来说，花点时间，花点心思，真正搞懂国家这套社会福利制度的运行规则，搞懂你每个月领的钱是怎么算出来的，有什么门道，这其实是世界上投资回报率最高，也是风险最低的一种理财。你想想，你在股市里要想稳稳拿到 5% 的收益，你得承担多大的心理压力？你得担心经济下行，担心企业暴雷。但只要你把年金制度的规则吃透了，把你该领的钱一分不差的全虚全伪的领回来，这收益率可能就是 5%、7%甚至更高，而且是零风险，国家信用担保，终身领取的。天底下哪里去找这么好的理财产品？我也看到可能会有人问，那我不是这5个年份退休的，我是2013年或者2019年退的，我是不是就没戏了，白高兴一场？当然不是，你要牢牢记住那个原理，物价指数是累积的，也许2026年没轮到你，但到了2027年、2028年，你从退休那天起累积的涨幅，可能就刚好突破 5% 这条线了。所以，今天咱们聊的这套确认年份、计算差额、关注条款的检查逻辑，是年年通用、终身受用的。你学会了这套方法，明年、后年，当政府在宣布调整的时候，你就不会再像个无头苍蝇一样看着新闻干着急了。你可以气定神闲地拿出计算器，自己先算一遍，心里有底，知道有没有自己的份。这种感觉就叫做知识的底气。另外，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细节，我要特别提醒2026年正打算办理退休的朋友，如果你计划在今年申请退休，请你千万算准那个时间点，因为年金的计算有一个全额领取和减额领取的重大区别。如果你为了赶早提前几个月退休，结果导致每个月被永久性的扣减一个百分比，比如 4%， 那这个损失是贯穿你整个领取生涯的，再也补不回来。我认识一个人，他就是太心急了，在刚到法定年龄的当天就去办了退休。他不知道的是，如果他再多工作1年，哪怕只是几个月，等到下一个年龄阶梯，他的计算系数会跳上一个更高的台阶，而且能完美避开那个扣减点。就差这么1年，他每个月少领将近2000块。他现在身体硬朗，假设领到85岁，这20多年下来，少领的钱加起来超过50万。50万啊，朋友们，这能买多少优质的营养品？能支付多少次关键的牙齿治疗或体检费用？所以，在2026年这个节骨眼上，如果你还在工作但考虑退休，我的建议是，先去一趟劳保局的服务柜台，请工作人员帮你做一次最权威的试算，或者自己用自然人凭证上网，使用官方的试算工具。千万不要听信隔壁老王说他能领多少，
每个人的工作年资、缴费工资都完全不同，别人的经验只能参考，绝对不能照搬。咱们再回头看看标题里那句白白少理，其实最让人痛心的并不是制度本身有多么不公平，它其实有它的数理逻辑，而是信息的不对称。政府的公文写得再严谨，用的也是法律条文和行政术语，依据某某条例第几条、第几项之规定，这种话，普通人谁看得进去、看得懂？我的工作就是试图当好这个翻译，把这些像天书一样的文字翻译成咱们厨房里、客厅里能听懂的家常话。就像这次隐形加薪，如果你不知道是哪5个特定年份，你即使属于其中一员，可能也会毫无知觉地错过那份欣喜。但现在你知道了，如果你是2011年退休的正雄，下个月当你刷存折，看到那多出来的1000多块钱，你会明白，这不是意外之财，这是国家对你过去10几年被物价侵蚀掉的购买力做出的一份正式补偿。你可以安心的、坦然的用这笔钱去给自己加个菜，给老伴买件新衣裳。这种我知道这笔钱为什么来的知情的感觉，会让你对自己晚年的生活拥有更多的掌控感和安全感。往更深了说，这也反映了2026年之后一个大趋势，退休金的动态调整会变得越来越常态化。以前咱们总觉得退休金数额一旦核定就雷打不动了，但在一个物价可能长期温和上涨的时代，如果退休金永远不变，那这个制度最终会失去意义，老年人的生活水平会不断滑落。所以未来这种每隔几年根据累积通胀调整一次的频率可能会越来越高，甚至有专家呼吁应该每年一调。如果真变成每年一调，那你更要学会看账单、核对金额了，因为变动越频繁，系统或人为出错的概率其实反而会增加的。我记得去年就有个新闻，某个地方的结算系统出了 bug， 给1万多名退休人员多发了钱，结果下个月一纸公文又要求大家把钱退回去。你想想，如果你平时不看明细，以为那是该得的，钱都花掉了，突然让你退回去几千甚至上万，你一时半会儿拿得出来吗？这会造成多大的家庭矛盾和心理恐慌？所以养成每月记账、认真对账的习惯，不仅仅是为了防止少领，也是为了预防多领带来的意外麻烦。最后，我想给所有在这5个年份2011、2016、2017、2021、2022退休的朋友一个特别具体的行动建议。下个月当你的年金到账后，请你专门去一趟银行，用补登记把存折记录打出来，然后找一支红笔，把这一笔入账金额认认真真的捐起来，在旁边写上2026调涨确认。这个小小的充满仪式感的动作，是你对自己权益的一份郑重记录。过几年如果再调整，你可以翻出今天的存折，清晰地看到自己的退休金是如何在时间的河流中一步步增长变化的，那会是一种非常踏实的感觉。而对于那些还没退休或者退休年份不在这份名单里的朋友，也请不要觉得今天的内容与你无关，希望你把这支视频转给你认为需要的亲朋好友，也许你的一次随手转发就能帮你的一位叔叔、一位阿姨或者你自家的长辈找回他们每个月本该得到的那几千元的补贴。这既是一份孝心，也是一份功德，你说对吗？来，咱们最后一起总结一下今天的所有重点。2026年退休年金迎来基于物价累积涨幅的重大调整，锁定2011年、2016年、2017年、2021年、2022年这5个关键年份退休的朋友，下个月起你们的入账金额将自动调升，请大家务必核对账户，高度重视排付条款的门槛变化，定期检查并更新银行账户资料，确保每一分养老钱都能安全、准时、足额的落袋为安。在这个变化越来越快的2026年，我们无法控制物价的涨跌，也无法预测所有政策的走向，但我们完全可以做到的是提升自己对关键信息的掌握能力，不要让你应有的权利在沉睡中过期，也不要让本属于你的那份保障因为一时的大意和疏忽从指缝中悄然溜走。希望今天健康永驻的分享能实实在在的帮到你。如果你觉得这些内容有用，请一定给我点个赞。
你的鼓励是我坚持做下去的最大动力。也欢迎你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你是哪一年退休的？你对这次调整有什么看法？或者你在领退休金的过程中遇到过什么意想不到的问题？咱们可以在评论区里继续聊，互相帮忙，抱团取暖。理财规划是一辈子的事，而退休后的财务安排更是人生下半场最关键的战役之一。我会继续在健康永驻这个频道里，为大家盯紧政策的每一个风吹草动，做好你们身边最靠谱的退休情报员。感谢大家的收看，我是你们的朋友，咱们下期视频再见。